今天发生的3件事对美国人来说，这都是大事，因为这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啊。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13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当全世界的人民关注世界的2件大事，一个是以色列空袭伊朗，那叫漂亮，完胜，而且全身而退。第二件事呢是个悲剧，就是印度飞伦敦的飞机啊，整体掉下来了。幸好呢，还有一个人生还，这也是奇迹。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比这2件事更重要的3件事啊，我今天挨个给你分析。第一件事，总统和州长的官司，法官判决州长赢了，总统输了。我们来看一下联合早报的报道啊。文章标题：法官裁定川普调动加州国民警卫队违法，上诉法院17日听审。这个报道时间是昨天12号。我们拎一下重点的正文。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法官布雷耶星期四，就是6月12号晚裁定，川普在未经纽森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属非法行为，超越法定权限，违反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因此批准加州紧急动议，同意发布禁止临时限制令，并命令川普立即将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交还给加州州长。这个就是判决的主要内容。下面呢有他的分析。法官在36页的判决书指出，洛杉矶的抗议活动远未达到叛乱的程度，虽然少数抗议者参与了暴力活动，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而且是只有零星或即兴的暴力行为。因此川普的行政令援引美国法典相关规定，以反叛乱的为由调动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理由不成立。法官还说，联邦执法人员在整个抗议活动期间还能维持展开对非法移民的搜捕行动，这让川普政府不出动军队无法执法的说法站不住脚。此外，川普还违反调动国民警卫队必须经各州州长批准的法定程序，这次未经加州州长纽森同意，便将由国防部直接向加州国民警卫队发布命令的做法，不仅违法，而且开此先例的后果令人担忧。判决书引用加州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官员证词说，国民警卫队的介入实际上加剧了洛杉矶的紧张局势，恐怕只会进一步激化抗议者的情绪。这是这个大戏的上半段，还有后半段了。收到这个判决以后啊，还有一个执行的环节。不过法官同时判决此限制令的执行时间为美国西部时间星期五13号，就是今天中午12点，以便川普政府上诉。法官同时安排在下周五，就是6月20号举行听证会，以确定是否对川普政府的举措发布永久限制令。转折在这儿呢。加州联邦地区法官宣布判决后，川普政府向旧金山第9上诉巡回法庭提出上诉。旧金山第9上诉巡回法庭由3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裁定暂缓执行加州联邦地区法官的命令，并安排于下周2，就是6月17日听审。老川上诉了，然后呢，巡回法官定于下周2再审一遍。但这里有一个环节，就是在这个期间暂时将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交由川普，他还能再玩几天。旧金山第9巡回法院下周2将裁定是否允许川普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更长时间。
川普政府和加州州政府的书面辩护词将在下周二之前提交。整体文章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审啊，老川输了，州长赢了，判定就是在今天的12点把这个国民警卫队指挥权还给州长。这老川马上就上诉了，上诉了以后，法官说咱们下周二见，但是在这几天先由总统管着。那为什么有这种判决呢？是因为今天啊，虽然经过了2天的宵禁，这个抗议活动基本上是结束了，所以说这件事儿真正到下周二的时候，街上有没有人都不知道了。那时候大概率呢，川普也不再上诉了，你毕竟事儿结束了嘛。除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更加炸裂，也是更让人气愤。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美国联邦的参议员啊，这就相当于副国级的官员，在自己的国土上居然被警方无故戴上了手铐。这件事啊，12号它就发生了。等于是一个员工不懂事，给自己的部长惹了麻烦，这个部长实际上是兜不住的，最终啊还是给川普惹了麻烦。我们来看一下 NBC 的报道，6月12号，文章标题是参议院帕迪拉被强行带离国土安全部长的洛杉矶新闻发布会。我们看一下文章的正文。周四，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帕迪拉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有关移民的发布会上询问国土安全部长，随后被强行带离新闻发布会。然后呢，他在发布会的过程中一直声称自己的身份，我是参议员帕迪拉，我有一些问题想问部长。在这个时候就有几个男子，上面有那个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还有呢就是特勤局。这个特勤局啊，正好是归这个国土安全部直管。上来几个男子扭着这个参议员就走，尽管他在不停的声称我是联邦参议员，但那些人可能是紧张或者是没有听，直接呢就给他上了手铐了。我们再往下讲哈。根据一段视频显示，帕迪拉被带到外面的走廊后，脸朝下被按在地上，身着 FBI 身份识别背心的警员将这位参议员将双手背在身后，然后警员给他戴上了手铐。帕迪拉周四晚些时候对记者说，他当时正在听取军方的将军们的简报。在这儿我插一下，他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去听简报啊？他在参院里不是小角色，他是司法移民案件的委员会的一个常任委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他是专门来监督美国的移民执法的。既然说你这些军队来协助执法，他来检查、监督、听取汇报，这就是他的职责。好，我们再往下看。我在听取军方将军的汇报的同时，得知国土安全部长在同一栋楼里，于是我决定参加他的简报会。我当时很平静地待在那里，然后呢，我问了个问题，我就被立即带离出了这个房间，还被戴上了手铐。然后接下来的是正文了。如果本届政府这样回答参议员的提问，如果国土安全部是这样回答参议员提问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会对洛杉矶的社区、整个加州乃至全国的农场工人、厨师和小时工会做什么。这事儿不是捅了娄子吗？实际上在上边的国土安全部长啊，他可能并不清楚来的这个人他是一个联邦参议员。这件事情以后呢，国土安全部在这件事情上做出回应，称帕迪拉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况下打断了现场的发布会。然后诺姆部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指出了同样的虚假的陈述。国土安全部表示，
他被反复要求退后，但是他并没有遵从警员的反复的命令，而且呢，警员认为他具有袭击的这种风险。这件事结束以后，就是被铐了以后马上就放开了，因为有人知道，因为他毕竟他也有随从啊。结束之后啊，这个诺姆和他交流了15分钟，但这15分钟啊是与事无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民主党的参议员啊，其中就提到了少数党领袖舒默，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老大。他在谈到此事的视频是说，我看到令人恶心的事件，一名美国参议员竟然遭到粗暴的对待，我们需要立即的答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同事啊，就是加州一个州有2个参议员，另外一个参议员呢叫做西夫，他誓言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在参议院质问，当一个美国参议员去要求这些行为是否合法给出答案的时候，却看到他被按倒在地，我们的民主制度变成了什么？难道这届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底线吗？难道他们就没有不能逾越的底线吗？在这儿我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参议员的权力实际上是大于众议员的，因为众议员他有好几百个啊，他有这个400多个，而参议员一个州就2名，他的权力啊更多是提供的人事权。你总统提名的部长人选要经过参议院同意，如果参议院不同意，你得换人。他的权力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州长，也远远大过了一个部门，就是那个部长。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保安队长正在开个新闻发布会，这公司的这个常务董事来提个问题，那保安不懂事儿，就把这公司董事给戴手铐了。你说这事儿谁能解决？最终啊，可能还得老川去摆平。好，我们再说第3件事。第3件事可能是一个又烂尾的案例。咱们来看一下川普是怎么发的啊，又烂尾了，就是关于这个遣返非法移民啊。他今天在真相社交上发了个帖子说，农场主和酒店以及娱乐业从业人员，我们现在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正导致大量工人离开，而这些岗位几乎空了出来，在很多情况下，正是那些被拜登放进来的犯罪分子正在填补这些岗位，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农场主，但同时也要将犯罪分子拒之门外。好消息正在到来，变革正在到来。他说这话的意思啊，我给你拢一下。前一段时间呢，他为什么能够引发洛杉矶这个事件呢？他上台的时候要求遣返这个无证的移民，但是 ICE 去调查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么多犯罪分子，大多数都是打零工的。真正的犯罪分子啊，在红昂赌毒啊，他不可能在烈日炎炎之下给你修房顶，给你剪草坪啊。那这个事儿是谁搞坏的呢？就是老川的副幕僚长，就是那个米勒啊，就是光头那个，他呢就跑到 SE 开了个会。他开会有知情者透露啊，他去那说的什么？他说白宫非常不满，说白宫实际上就是老川非常不满，然后他下令每天的指标是必须抓3000，这指标是这个副幕僚长下的。然后呢，为了满足这个指标，他还给大家指了个道，说要到农场、酒店、饭馆、建筑工地、园艺、搬家公司、零工市场去抓。这地方你肯定能抓3000。那底下人讲，你白宫的官员都给我们指示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上吧。所以才引发了在这个学校里抓人。洛杉矶的抗日事件更多的是抗议到学校里去抓人，到教会里去抓人，在移民法庭抓人，而这个以前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前2天呢，有一个视频疯传，在一片西瓜地里，还有在一个这个豌豆地里，ICE 啊开着车在
抓捕那些正在摘草莓、摘西瓜的这个农民，那怎么可能是犯罪分子？犯罪分子能在30-40度的高温下戴着草帽去给你摘西瓜吗？而这件事儿同时也打击了美国的农业，而中部的农业州那些红脖子呀，恰恰是老川的铁盘。现在这回头镖，啪，打老川自己的铁盘身上了。现在啊，没办法，既然说抓非法移民是要给红脖子看的政绩，红脖子都不搞了，那还搞个屁呀！所以说这件事啊，大概率也是要烂尾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吧，3件事呢就给大家汇报完了，也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观点，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打开小铃铛，我每天都和你更新，再见。